大家好，冬天来了，希望各位的好朋友们注意保暖，留意健康，开窗透气儿，闭门养生，为了明天积攒更多的正能量。赵丽颖和王一博现在剧组当中也是忙忙碌碌的，热火朝天的，而且这两个人各自套上连帽羽绒服的路透的样子，也是同样的写意、随心和养眼。路透当中的两个人在相同齐膝的大号的羽绒服的包裹之下，一个显得贵气雍容，一个显得挺拔帅气。路透当中有时也有巧合，但这种的巧合让人有时难免会心一笑的。天下之大，何以为家呢？我想只要心与心投契的地方，那就是家。您说对不？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拿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演员众所周知，就是要套上什么样的行头，上演什么样的戏码，并且要有一种厉害的身体语言和共情的能力，能够把观众们一同带进到一个理想当中的心灵场景当中去，一起去同喜同悲，一起去同感同路。而年轻的王一博就在这条演员的道路上不断的学习，不停的雕琢。无论京剧古装还是现代装束，他都在不断的摸索和驾驭当中。这个总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王一博，说实话也格外喜欢向观众们展示自己不一样的风采和尝试。2021年的第一期《天天向上》的节目当中，王一博再次为观众们带来了一波不同的惊喜，尝试演绎了中国国粹的经典，也就是京剧。要知道京剧博大精深，一招一式都不是一日之功才行的。但王一博的表现真心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包括党媒、官媒。官方的肯定当时就已经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情形，相当的厉害。王一博同学在所有同台的伙伴当中表现最为突出，因为他的京剧扮相特别的惊艳，大武生的造型堪称美轮美奂，英气逼人，把所饰演的赵云的肢体形态完美的展现了出来，神韵表情都拿捏得非常的到位，一举一动有板有眼，连京剧的老行家们都直接打赞，天分和资质真不是盖的。重要的是，王一博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当中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弘扬国粹，少年英雄也实在是给人前途无量的感觉了。话说当时算是时隔4年的京剧博的再次的上线，王一博首次献唱了长坂坡这一经典的剧目，唱腔动作让人惊喜连连，尤其是他拿着花枪凌空转身的连贯的动作，超级的酷炫，堪称不输专业人士的表演了。从繁复的化妆到惊艳的亮相，从挺拔的身材到喷薄的英气，他所饰演的这个大武生从里到外都是仪表堂堂，正气凛然的那款，眼神坚毅的那种精神范，特别是那挺拔的身姿，耸立在舞台之上，鹤立鸡群的感觉俨然已经化身成为了那个赵子龙的本尊了。青年才俊上演100年的国粹，王一博京剧的扮相唱长坂坡的这一幕，当时算是彻底拿下了热议和热搜。即便不少完全不懂得京剧，从来就没有看过国粹的观众们，都一致的被王一博在长坂坡中的英气勃发京剧扮相所彻底的震撼到了。要知道王一博可是仅仅通过了3-4个小时的短程的学习，迅速上台表演的。这种厚积薄发的过人的功底，真不是任何偶像小生
都能够具备的天分和体格了，而且能够收获专业人士的一致的鼓掌称赞、一致的好评，还有什么样的奖励胜过于此呢？天天向上的节目组为此还特别的曝光了所有人在幕后学习的全过程，其中5个王一博执着挑战自己的小亮点，让这个王一博用心拼命的专业态度，成功的再圈了一波死心塌地的真爱粉。其中亮点1，不管做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拼命三郎都没有打过退堂鼓。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成为了他现身说法的至高的信条。有时明明一个很难的动作，专业的老师都会要求更换掉它，结果呢，他却义正言辞的想要尝试，倔强的让人心痛。努力这2个词儿在他的身上完全写得苍白无力了。用王一博的纯粹的法则去概括的话，非常的贴切。这个法则其实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原话了，也就是说，没有一瞬间打过退堂鼓，选择了去做的话，就要往好的方向去做。亮点2，或许不少人都猜测他本身就是个歌手和舞者，自然有先天的优势了，而实际上他没有因为其舞蹈功底而懈怠，而他也坦言说，这种跨界国粹完全如同门外汉一般，因此他一直都保持着初心，就像他歌词里所唱到的那样，保持无感，一模一样。真实的他并没有为了迎合观众去说些空话、套话和假话，也没有轻易的向困难和障碍妥协。我可以似乎永远的成为了他的口头禅，即便这个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他也全力以赴，倾力而为，表现得最好。亮点3，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到京剧，而且要求的时间又非常的短，所以通透的他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的清醒和自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非常明白这个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技术要求非常的严苛。在这个时候，不管外界如何去夸奖自己，如何去鼓励自己，都无法去替代自身的清醒。他一直都对自己说，自己是远不够的。这么样的一个清醒，是一种感受力、悟性、判断力和冷静的结合体。于是乎，面对老师们各式各样的暴风夸赞，他都相当实诚的回答说，没有，很难，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再来一遍吧，等等，完全都不是客套的真心话。这就是那个初心不改、清醒努力、谦逊又认真的通透的王一博了。亮点4，小痛不言放弃，大痛不下火线。这个王一博再次通过自己抗打的体格，证实了自己的顽强和不屈。因为不少的行内人士都知道，没有接触过京剧的人肯定都会在戴盔头的时候，因为被勒得非常的头痛欲裂而抱怨不止。然而呢，不仅这个王一博没有抱怨，反过来的还提供了大量的惊喜。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反过来能感同身受京剧老师们的辛苦，能深刻体会到别人家的不容易，因此这个同理心强、内心柔软又善良的王一博，反过来的给担心他的那些老师们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感动，传递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暖心。亮点5，这个王一博真的是有够干一行就爱一行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学习京剧、钻研国粹的他，居然现在还让自己的全员之心跟着大爆炸了。他不仅特别的关心有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京剧，还特别的担心大家伙都因为追赶新潮的街舞和说唱的文化，而无人传承了祖国的传统艺术。
正能量的青年无论干啥，简直就是一套套的说法，夹杂着一股股的正能量。您说这么样的一个正能量的青年，能不招人喜爱吗？为此，党媒央视的电影频道也专门对王一博进行了一次夹带王一博关键字的高规格的点名表扬，发文称赞王一博化身成为了大武生，扮演赵云，表演京剧经典选段长坂坡的相关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展现出了国粹之美。他就是这样，总能够给人惊喜，总是尝试新的事物，总是能够打造出出人意料的各种的完成度，认真、极致、不服输、勇往直前。这种学啥像啥的京剧范儿，从业范，无论英姿飒爽的眼神扮相，还是身形体态和动作，这次算是深深烙印在了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去了。可以说，成名之后的王一博没有选择捷径，而是继续选择了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因为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多条路，总有一条会通向成功的。他把自己的崎岖的山路走成了坦荡笔直的阳光的大道，他走过掌声雷动的花路，也走过无人问津的小路。没有谁能够天生就成为天才，所谓的天赋只不过是摆渡了上百次的船桨而已，只有厚积薄发才能永驻高峰。这次京剧的亮相，王一博再次完美验证了一回中国人的老话，那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有些王一博的铁杆粉丝们常说，我们不是在追星，我们只是在追光。因为王一博身上的正能量之光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在我们遇到了挫折沮丧的时候，能够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困住了自己的时候，能让我们放长眼量，为爱坚持到底。我的世界从不退让。您喜欢这个赵子龙上身的王一博吗？如果特别喜欢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当中痛快快的打入3个字的短评，也就是赵子龙这3个字。因为三国时期的赵子龙不仅帅爆扛打，而且赤胆忠心，英雄好命，一生荣耀。话说王一博正在拍摄的电影《无名》，一张路透再次的曝光了。路透当中的王一博继续酷帅的大背头的造型，而且还是戎装革履的霸道款，远看还不失一种民国时期所特有的头笔从容的富家公子的气质出来。更加抢眼的是，他披在身上的一件相当厚重保暖的现代羽绒服，仿佛沙场将军专属配置的那一种英雄大氅一样，拉风又夺精，仿佛让一种古今大战秦俑情的味道迎面而来。目前关于这部电影的消息依旧是滴水不漏，相信王一博肯定会带来下一波的王炸惊喜，您说会不？更有意思的是，同样的黑色的羽绒服套在赵丽颖的身上的话，照样散发出了一种别样的风情和味道出来。话说每一个冬季，羽绒服都是最活跃的元素了。虽然在时尚的这一块，羽绒服是最没有亮点的，但是保暖的效果之余，它也是展现身材的特别好的利器。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看一看套在赵丽颖、王一博身上的这2件羽绒服，就能够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羽绒服的加分的效果了，真的是太出色了。特别是路透的照片当中，赵丽颖、王一博同样选择了齐膝的长款，而这种齐膝的羽绒服所带出来的效果，真的不是一般单品所能够媲美的。通过路透的照片，片场休息的赵丽颖身穿一件长款的羽绒服，纯黑色的款式，还带着连帽的设计，明显
可以发现，赵丽颖的这一身是以保暖为主，厚厚的材质包裹着赵丽颖，依旧显得精致而舒服。目测保暖的效果应该是一流的了。包裹大型外套的话，女性想要呈现出来造型的美感，内搭非常的关键。通常来讲的话，女性驾驭外套都喜欢敞开着衣摆，一来可以削弱外套的那种臃肿感，二来可以展现出内搭，增加造型的亮点，避免整体的单调。很明显，赵丽颖也是深谙其道的。赵丽颖这次选择了有层次的内搭，虽然色彩方面还是以朴素为主，但是内外各异的选择，立马就让整体的造型高级感了不少。请留意，赵丽颖直接把外套披在了身上，而不是正经八百的穿在身上，因此那种满满的高级感很有女王范、大佬范的加持，无论是侧面还是正面都非常的好看，丝毫没有因为羽绒服的臃肿的属性而拉低了个人的美感。羽绒服属于宽松的衣品，冬天靠它其实能在身材的体现方面更加的容易操作。它不仅能够起到遮肉显瘦的效果，同时呢，如果同步选择修身的夏装，还能够起到衬托身材的加分的效果。当然，前提就是身材一定要够 fit， 否则就适得其反了。从路透的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赵丽颖这点还是深有体会的。她既选择了宽松长款的连帽的外套，也同时留意了夏装的选择，也就是一条紧身打底裤和白色运动鞋的套件。这种的套件不仅增加了视觉的效果，也让赵丽颖那纤细的小鸟腿格外的惊艳。吃瓜的群众们一经留意的话，都会被美到。那么说到这，您如果再回头看一看王一博宽松长款的羽绒服下面，那脖子以下都是腿的霸道感，是不是同样让人只剩连串的感叹号了呢？天底下有一种默契，就叫做不言而喻了，你说对不？话说这个自律的赵丽颖在演员的道路上走了那么的久，虽然累，虽然的苦，她也没有停下过匆匆的脚步。在她的一张背影图片的当中，这个少女感依旧的美人，白色的衬衫搭配百褶的短裙，踩着皮鞋露出了白袜，那种永恒的春天、永恒的青春的文艺学院范，您感受得到吗？从这个打不死的赵小刀的身上，我格外的感觉得到，人是可以越走越轻松，越活越年轻的。特别是当我们学会了放下所有的愁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甩开年轻的臂膀，拥抱花样的明天。您说对不？您如果感同身受我所说的结论，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4个字的祝福，也就是永远年轻这4个充满祝福和美好的年轻的字眼。这4个字送给您，送给我，送给每一位看到了本视频、传递出本视频的好朋友们。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你所憧憬和祝福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
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